祖母，阿莫，是阿莫回来了。耳朵好了，能说话了。祖母，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阿莫，以前都是祖母不好，是我的错。我嫌弃你有聋有哑，给你脸色看。可是你的父亲是真心疼你的。那次的事，是我逼着他去做的。是我糊涂，千万不要怪你的父亲，啊！不会的，祖母。知道吗？自从你走了以后啊，他是茶饭不思，人瘦了呀一大圈儿。在衙门里不回家，他不爱回家。我知道，他心里在怪我。我身为长辈，心眼儿怎么偏了，阿莫？害得你和父亲分开了。我好糊涂啊，阿莫。祖母，不关你的事，阿莫都明白的。我好糊涂啊！都怪我。阿莫，会把脉了。我在药铺干活，那里的大夫教我的。娘，你别太担心了。祖母的病不碍事的，爹已经用过药了，只要放宽心胸，病很快就好了。那就好。我们出去吧。来。喂，与你一同回来的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呀？他干嘛吞吞吐吐的？我又不会跟你抢。出去了一趟，胆子倒大了不少，敢把男人直接带回家来了。我就是回来与爹娘商议此事的。还有什么好商议的？宋家来人大闹了一场，吵得人尽皆知，你的名声都烂掉了。不嫁他，你还能嫁谁啊？这儿，宋大人和他夫人还不错，他那个儿子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之前也没看他多在意这门亲事，定亲那么久，门都没上过。你离家，他也毫不关心，整日在外吟诗作对，逍遥得很。如今却撕破脸找上门来，哼，还读书人呢，道貌岸然，
一肚子坏水。不过我也没让他好过，被我臭骂了一顿，赶出去了。你没嫁他，真是对了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可不是为了帮你。大家都是姓林的，你闹得没脸，我也不好过。哦，你带回来的那个是什么人啊？家住哪里啊？别再问了。你们不是都想知道吗？我带你们我还不成啊？娘也想知道。大小姐带回来的这位，生得好相貌。看那通身的气派，不是寻常人家出来的。老爷回来了，老爷你慢点，老爷。阿莫回来了。阿莫，我想你，爹。我也想你呀。好啊，你的病好了，爹再没什么好挂怀的了。你走以后啊，我就后悔不该让你走。你一个女孩子，从没出过远门，孤身一人，也没带多少银钱，怎么谋生？我就去找你，找了你半年，一直没你的音讯，直到你祖母病重，才不得不回来。爹，行了，别跪着了。咱们父女难得相见，坐下来，好好说说话啊。宋公子和宋管家过来，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我自然是相信你。我们的阿莫是最善良、识大礼的，怎么可能像他们说的那样？只是，你这次把人带回来，我知道，你不是没有分寸的人。快跟我说说，那个人是谁呀？做什么的？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他是九成。九成？
请用茶。家里都是女眷，家母还在病中，照顾不周，请多包涵。严重了。阿莫接下来要陪伴祖母，恐怕一时照顾不了你。这样，我让管家明早陪你四处走走，附近也有一些风景不错的地方。不必了，不用麻烦。这段时间，多亏你照顾阿莫，他都跟我说了。阿莫也照顾我很多。你的情况，阿莫也跟我说了一些，只是我觉得，这是我的一些气产。九成公子，我想了解的，并不是这些。那林大人想问的是，你就叫我林伯父便好。伯父，您叫我九成便是。啊，好。九成啊，阿莫说你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，家有恒产，又有功名在身，还曾经在军中历练。只是我林少海虽然只是一介九品小官，女儿也不是什么名门贵胄的千金小姐，可是她在我的心里却是最美、最好的。她秉性善良，性格温顺，心地是最好的了。哦，请坐。所以我想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他，决定一生一世怜惜他，守护他吗？而不是年少人一时轻狂，偶尔的新奇有趣。是真的认定他了吗？我是。我对您老发誓，不论将来遇到何种危难，面临何种险境，遇到任何阻碍，我都会拼尽全力，用我的性命去保护他，让他不受一丝一毫的伤害。若为此事，我九成神焰鬼赠，天地同诛，神魂俱灭，永沦九幽冥府，不得往生。好，好。国师，我收到了赤壁大人的书信，国师拿到东西了吗？傅凌渊的事情，众号都准备好了。都准备好了。原来开启傅凌渊，除了要用众号一族的阵法，还要以凤凰血为引。好在凌月在众号手上，已是万事俱备，只待血月之夜的到来。另外，魔君震怒，惩治了众号，似是怪罪他寻人不利，迟迟找不到那名能救魔君出封印的女仙。众号怎么说？他还是将此事交给属下去做。属下觉得，
众浩一心想打开傅凌渊，放群魔入境，对解开封印一事已不太热心。他想反魔君？他还没这个胆子。众浩一心复仇，如今灵月国主在他手上，国师又被驱逐，他的目标已放在将他一族流放的天族众人，打开傅凌渊，放群魔入境，搅个天下大乱，他是迫不及待了。自不量力。哦，对，听众浩说，魔君推测九臣已将那女仙送入凡间历劫，一旦历劫成功，散去魔气，魔君将再无解封之日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倒是件好事，毕竟魔君出来了，对我们还是历劫。九臣送女仙下凡历劫。对，洗魔气，一旦成功，便能散去魔气，恢复仙身，再归仙班。哎，青瑶，你会弹琴吗？不会。那别的乐器呢？可否给我奏来听听？也不会。我可不是你以前认识的那些红颜知己，那些高雅玩意儿啊，我搞不懂。不过这九针任穴之术舞起来倒很是好看。你若是无聊，我可以帮你扎几针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觉得看你下棋也蛮好的。哎，我之前跟你讲过，我飞升上神在下界历劫的事情吗？没有，也不想听。唉，既然你不想听，那我就一定要讲给你听听。那一年，我立的是杀劫，在边关为将。当时我的手下有一名副将，生的是漆黑如炭，但是却异常的骁勇。有一次，他外出打仗的时候呢，掳了一名敌国的女医官。这女医官生的是花容月貌，就看上人家了。然而呢，这名女医官啊，是软硬不吃，无论我这副将做什么，她都不为之所动啊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原来这名女医官在她的家乡啊，已经有了一名青梅竹马、定了亲的男子。青瑶，青瑶，有在听吗？在听。后来啊，我那名副将看这个女医官油盐不进，就把她给放了。他回到自己家乡之后，这女医官发现，原来当初跟自己已经定了亲的青梅竹马的男子，竟然娶了别人。哎，而且这男子还怀疑她被掳去之后失了清白。你说这男子可不可恨，可不可恶啊？还好啊。还好吧？都这样了还好？这名医官被敌军掳走，对方肯定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另行再娶也无可厚非啊。要说可恶，你那名副将才是真的可恶，掳劫女子害人一生，这名女子没有趁机杀了他，已经算是便宜他了。我那副将是真心待他呀。真心待他，将他掳走，毁了他的婚事，然后再把他娶回去，你叫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够自证清白？如何堵住悠悠众口？这也算是真心相待？不对，我们那是上阵杀敌，保家卫国，立场就不一样。哎，你猜结局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80年之后啊，我那副将立了大功，班师回朝，做了大官。但是呢，他放弃了自己的功名利禄，反而呢隐姓埋名来到了这位女子的家乡，与她重逢，并且夫妻美满，子孙满堂。怎么样？这故事的结局是不是让人大为感动啊？两个凡人，80年后再相遇，还能夫妻美满，子孙满堂。云峰上神，你编故事可不可以走点心啊？
哎，你不要在意那些小节嘛。总之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论是做人啊，还是做事情，都不要太死心眼了。先认识又如何？有婚约在身又如何？人品不行就该舍弃，缘分不足就应该顺应天意嘛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就是想跟你说啊，那个叫什么桑南还是桑北的那个小子，他根本不值得你去信赖。他渡个情劫，在凡间流连了5万年，5万年，啊，他有那么多分身，他得做了多少？那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他不是对你情根深重，他是借机在凡间花丛流连。你笑了，就是听进去了。我说你这个人啊，自己对人家做了错事，还在背后这样说人家的坏话，你说你可不可恶？他若只是老老实实回来的话，就算让我向他磕头认错，我也是可以的。但是，他自从一回来，就一直在纠缠于你。我没有去揍他，那已经算是我。那一个人让你付上了一生，等一句我们，为了拥抱花店长夜孤枕不过分。眼光星辰，那条流泪的银河，将真心供人。爱傻得很，他亲我，给深爱的人。他亲我了。他亲我了。哎呀，姐啊，这是好事将近啊！我得先恭喜恭喜你。好啊你，居然敢偷听我们说话！我可没偷听你们说话，我本就在这屋子里睡觉，是你们跑我这儿来谈情说爱的。再说了，那云峰上神鬼哭狼嚎的，谁听不见啊？他亲我了，他亲我了啊！他亲我了，谁听不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千万别乱来！你要是一乱来，我就把你破事说出去。你敢说出去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我可不怕你啊！你要是敢追过来，我就把你破事说出去。你敢说出去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我就说出去。桑南信君，天君有令，解除程燕禁足。是。桑南信君，瑶儿，不知星君造访所为何事？无事，我便不能来这桃林了吗？我今天来，是为了传达天君的旨意，来解除程燕的禁足。多谢星君。能为你做这些事，我觉得很高兴。瑶儿，我一直记得从前。从前的事情，都已经过去很久了。很久了吗？可是对我来说，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。那些事，就好像发生在昨日。你相信缘分吗？以前的我，一直告诉自己要学会珍惜缘分，但现在的我，更愿意选择尊重缘分，尊重所有的相遇和分离。
桑奈星君，我曾真心爱慕于你，但现在我已经放下了。放下了。其实苦与乐，都是一时的执念而已。执于一念，便困于一念。过去的5万年，我都被困在执念当中。但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人生如棋，世事如梦，要学会珍惜眼前人。是因为他吗？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瑶儿，我希望你开心。还是回来好。小白，你别愣着了，这么多日没回来，屋子里脏得很。走，一起打扫一下。去哪儿啊？乔瑶姐姐不让你乱跑的。你敢去告密？哎，你快回去吧，别烦我。还有，你要是敢跟青瑶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头发全部拔完。喂！现在已解除禁制了，可以去凡间找灵犀了。小花精，上神，怎么了？这么不开心啊？程燕不让说。不让说？他是不是干什么坏事去了？没关系，你告诉我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啊，你敢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头发拔光。啊！我不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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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说。哎，你没长眼啊？刚出炉的。哎，刚出炉的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东家刚进的货，现在撒一地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就是，说话呀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说话呀你！你看看，撒一地啊！走哪办啊？啊！让开！别走啊你！站住！小人呀，清楚了，上哪去？这货怎么办呀？就是，你看看这。人呢？你是何人？为何跟着我？林夕，妖术，你到底是何人？为何跟着我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想打什么坏主意。我也认识一个人，他也会法术，比你厉害得多。你要敢伤我，他不会饶你的。会仙法？九成吗？你认识他？
你是何人？到底是何人？我本想只远远的看你一眼，抱歉，我答应过我姐姐，不该来见你。哎，我回来了。这么晚才回来？嗯。你认识一个人叫灵犀吗？怎么了？我今天遇到一个怪人，他叫我灵犀。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，是一个年轻的男子，从镇上就一直跟着我，还会法术，啊，还知道你叫九晨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他答应过他姐姐，不该来见我，还跟我说对不起。你认识他吗？他是谁啊？一个朋友。奇怪，你的朋友为何要偷偷来看我呀？还叫我灵犀。灵犀是谁啊？灵犀是一个故人。程烨，我去趟药王洞，马上回来。我今日见过灵犀了。你说什么？谁让你去的？你放心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只不过想确认一下，看你是不是在骗我。胡闹！胡闹！我根本就没有胡闹。你有没有看到他现在的样子？粗服乱头，带头带脑，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师父走了，事情变成现在这样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可我们神族寿命漫长，到了既定的时候，都会有命定的劫难。你我艰难逃其中。既然灵犀到凡间历劫，我们什么都帮不了他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这里等他平安的回来。他还好吗？他一点都不记得我了。他在历劫，自然是没了记忆。那他应该快回来了吧？你当时不是跟我说，过了他的生辰，就会历劫回来吗？嗯，快了。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去打扰他了，知道了吗？秋生在哪儿？你求我都不去。
在看什么？这是你的？嗯。我来吧。你买的？别人送的。你说你喜欢我，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很久之前。第一次见面吗？更久之前。你是何人？为何跟着我？林夕。奇怪，你的朋友为何要偷偷来看我呀？还叫我灵犀。灵犀是谁呀？灵犀是一个故人。到你了。有人来了，我去看看。姑娘好。请问你找谁？哦，我找里面那位公子。啊，那进来吧。时间到了吗？是，神尊必须尽快离开。他的下一节是什么？小仙是不能说的。神尊，一旦小仙泄露了天机，那灵犀这一劫恐怕是渡不成了。你付出了这么多，才为他求来了一线生机。就算你要怪罪小仙，那小仙也不能坏了神尊的大事。哎，要走了？对。这么快？我刚沏好了茶，你不再坐会儿？不用了，多谢姑娘。在下告辞，姑娘留步。是什么人啊？一个朋友。你家乡的朋友？这么大老远跑来，也不多坐会儿，留下来吃顿饭也好啊。他还有事要办。哦。默默，陪我出去走走。嗯。刚刚还阴着，原以为要下雨，怎么突然就晴了？不管早晚，太阳总是会出来。人生路也是如此，往前走，总是会走出希望。好端端的，怎么说这些啊？我希望你记住，不管以后遇到什么，都不能轻易放弃。人生在世，情爱也罢，亲人也罢，责任也罢，道义也罢，都是值得珍惜及守护的东西。
不要轻易否定自己，也不要轻易放弃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我会遇到什么？你不是说你会一直陪着我的吗？我会一直陪着你。